我总是觉得我们两个离亲密好像还差了一点距离，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，反正就是觉得隔了点什么。会不会是你想太多呀？我觉得你其实没有必要对他的一切都了如指掌。你看啊，每个人的心里都有那么一个地方是不想让别人知道的。那可是，如果作为最亲密的人，不是应该没有秘密，坦诚相待吗？因人而异。树人哥经历了这么多，他肯定有很多事情是难以释怀的。我觉得你应该能理解呀。我理解，当然是理解了。如果我要是对着患者的话，我也会告诉他，不要企图占有别人内心所有的空间。但是这件事情发生到我自己身上，我才发现真的很难。哎，你就比如说吧，他的电脑里面设的是自己的密码，而且他手机我也不能随便看，更何况他从来没有邀请过我分享他的私密空间，更别说他跟我说一些内心真实的想法了。那你可以主动啊。我主动啊？那多不好意思啊，怎么张得开嘴啊？你看啊，比如说我可能不太会分得清楚两个人之间的这个距离，但是我可以直接告诉他我的感受啊。那这样两个人不就都清楚了吗？你的意思是说，我要是有什么想法，我都可以直接问？对啊，恋爱不就是互相习惯、互相磨合吗？主动一点。我一直以为我是一个有进攻力的人。在感情上呢，那女人都是喜欢被进攻的。啊？嗯。往下滑喽！往下滑喽！来，你热不热呀？玩了这么半天，咱们回家吃饭吧啊！五言，您是？我是何林宇的妻子。我今天过来找你，就是想跟你说，以后不要再给老何发微信了，他不会回你了。老何就要死了。他怎么了？滑雪的时候撞破了头，已经昏迷了4个月了。你女儿很可爱，请你不要伤害她。我也有个女儿，16岁了，马上就要准备考大学，可是她现在天天在医院里照顾她爸爸。医生说没希望了。老何的手机就在我手里，你还隔三差五的给他发个微信，问他为什么不回复你。我每天就装成不知道这事儿一样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。你那么想和他在一起，他就要死了，你不去看看他吗？我会去的。我见到那个女人了，一看就是个虚伪、愚蠢的贱女人，长得也没比我好看哪儿啊！你就为了她，要离开我和女儿吗？你的头啊，的确是撞坏了。妈，我觉得爸爸脸色好多了，你觉得呢？是，感觉好多了。我去找他了。如果我不去找他，我一辈子
都会特别遗憾。在女人心里，婚姻、丈夫本身、女儿、工作、你自己，让你从高到低依次排一个顺序下来，你怎么排？什么叫丈夫本身啊？你守卫婚姻，跟你守卫丈夫，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概念，这你明白吗？比如，这是你丈夫，他就躺在这里，我只是打个比方啊。他去世了，但是他没有背叛你，或是他现在突然醒过来了，可是你发现他背叛你了，这两者之间你该怎么选？我很难做出选择。所以啊，在你心里，婚姻、丈夫、女儿、工作，你自己，怎么办？我很难选，因为现在这个时候，我好像脑子里只有婚姻。可是婚姻到底是什么？我现在很迷惑，也很迷茫。和我生活在一起那么多年的丈夫，却不是我所了解的人。你知道这种打击是什么吗？你还有女儿、工作，你自己，你可以去关心，去爱护。你不懂女人，在女人心里，一件原则性的事情，可以毁掉男人在这个女人心里的所有分量。女人对男人死心了，也把自己给摧毁了。舒然，今天我妈问了我一个问题，她问我咱们俩未来是怎么打算的。你的打算一直以来就是我的打算。那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？假如你真的被摧毁了，你还能找到一个让你活下去的理由吗？哪怕只有一个。来，在这些不同颜色的卡片上，选出你喜欢的颜色，然后写下来你最舍不得的人和事情。试一试。你不懂女人，在女人心里，一件原则性的事情，可以毁掉男人在这个女人心里的所有分量。女人对男人死心了，也把自己给摧毁了。有时候你觉得熟悉的人，却让你感到陌生，因为我们只能看到表情，却无法探测内心。当一个人决定包括自己的时候，无论别人怎么努力，也终究无济于事。可是周围的人并不知道，抗拒其实来自害怕失去的恐惧。说出这样子的恐惧，也需要极大的勇气。于是，有时候我选择沉默。我只是希望你能把心里的压力和遇到的困难都跟我分享，独自承受只会让你在受阻的情况下，心态变得越来越糟。
我爱人去世了。什么时候？昨天晚上。他没有背叛我，是我一直在误会他，误会他。我不该怀疑他，不该怀疑我们之间的感情。我没想到你真的回来。朋友出了事，我应该过来看望的。但是今天，其实我是来找你的。找我？我那天想了很长时间，我决定跟你坦白。我跟老何认识，是在1年前。我和我爱人关系不好，他事业不顺，所以家庭的经济压力就压在我一个人身上。我遇到老何那会儿，我觉得他很幽默，有风度，还很顾家。他简直就是我心里理想的男性。我那会儿还想，好羡慕他的妻子。后来，一次商务宴请，老何在酒桌上喝多了，我们老板让我送他回家。他在路上下车想吐，我就陪他一起下车了。旁边就是酒店，然后我们……行了，别说了，我不想再听了。你今天来找我，是不是就是想侮辱我啊？不是的，你听我讲完。其实这一切都是我一厢情愿的想法。当时老何喝得已经不省人事了。其实那天晚上，我们什么都没有发生。他第2天醒来，以为我们之间发生了什么。我还想让他继续对我好，干脆将错就错，怪在他身上。后来，我给他发微信，让他对这件事情负责。他求我不要告诉你和你们的孩子。我知道那段时间老何很痛苦，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越是看到他对家庭内疚，我就越觉得他是个好男人，我不舍得放弃他。怎么会是这样的？你怎么能够这样做呢？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直到那天，你来告诉我，说老何要死了，我心里真的非常难受。这些天我也在纠结，要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你。老何他是个好人，如果他就这么走了，还背着这样一个误解，我会觉得自己特别对不起他，所以我就来找你了。对不起。在他走之前，我说了很多不该说的话，现在再也没有机会跟他说抱歉，再也没有机会跟他说我爱他。我
相信他在昏迷之前，他是知道你爱着他的，他也是深爱着你们这个家。一开始我一直在他病床前抱怨他，咒骂他，我错怪他了，我应该相信他。你说，我怎么就能凭短信就否定了我们之间这么多年的感情呢？如果他真的听到了我说了那么多不该说的话，他要是真的听到了，他该会多伤心，多委屈。可是他一句话都说不出口哦。我怎么能这么做呀？在他临走之前，我连句“我爱他”都没来及说出口。那天你问我，如果我丈夫躺在病床上，他没有背叛我，另一种情况是他醒过来了，却背叛了我，我更能接受哪一种情况？我当时没有答案给你，可是我现在有答案了，却也来不及了。太晚了。你来干嘛？我爱你。这座城市3月的模样，曾经的微雨我是一个会把所有情绪全部都隐藏起来的人。对有些话，我就怕我现在不跟你说，以后就没有机会了。舒然，你怎么了？干嘛突然说这些话？没事。对不起。舒然，你刚才说什么？对不起。我是问你进门的时候说什么。熟悉的
城市陌生的我爱你。寂寞的人都在为谁守候？等下一季花开，下一个春来，都留给时间去遗忘吧。我们说出再见的瞬间，是回不去的，不能改变的。我发现啊，逛街真的好累啊，真的比跑步还累。天天一逛根本就停不下来。我累了。那你去坐那儿歇会儿吧，我去买点喝的。好啊。等我。哎。孙叔，孙叔，舒然，跑哪儿去了？我刚刚去洗手间了。我以为你走了。怎么会走呢？你不要这样突然再离开了，好吗？不会的，不会走的，放心吧。怎么了？没事，没事，我给你买点喝的。走吧。你最近怎么总是精神这么紧张啊？回去吧。我是一个会把所有情绪全部都隐藏起来的人。但有些话，我就怕我现在不跟你说，以后就没有机会了。你不要这样突然再离开了，好吗？近日，音乐学院附中18岁的高3学生杨某，在刚刚过完生日之后，驾驶其父亲的车去上钢琴课，行驶中忘记开行驶灯将近1个小时。当车行至环城西路的时候，撞上前方骑电动车的市民张某，使张某当场死亡。被告人杨某驾车逃离现场，当车行至中兴十字路口的时候，再一次将2情侣撞伤，逃逸时被附近群众抓获。人们无法理解一个18岁以弹钢琴为业余爱好的少年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。后续报道我们将持续关注。如果你们2个父子之间的关系不能够得到改善的话，那在杨飞身边的任何人都有可能会成为你们父子之间的替罪羊。怎么样？这马上就要出院了。出院，就等于再次迈进监狱的大门。怎么会？之前我一直和你父亲说，希望能够让你再稳定一段时间。说什么都没用。不过，以后见不到你，还挺遗憾的。有什么遗憾的？你想来，随时来找我。
是啊。你要是记者的话，就别进来了。不是记者，我是严书仁。我来找你，并不是因为我曾经是杨飞的医生，更是因为他在我心里边很重要。什么意思？杨飞出了事儿，我很自责，因为他出院的时候根本就没有痊愈，况且他还只是个孩子。我自责是因为我没有尽到我最大的努力去帮他。谁能想到呢？他在车里还藏着刀。哎呀！在院期间，我一直坚持让他去写日记，写下自己的感受，写下自己的心情。他一开始不愿意告诉我上面写了什么，后来他是主动才跟我说的。我想把这东西给你，让你知道杨飞心里边他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人，他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一个人。更重要的是，在他心里的父亲和他希望的父亲是什么样子。我一直在想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为了让他戒掉网瘾，学琴，学游泳。是，我是没少打过他，不都是为了对他严厉一点吗？那我做错了什么了？我这……你打他到底是为了表达一种什么样的心情？到底是表达你的愤怒，还是爱他？杨飞难道一点值得你去表扬他的优点都没有吗？他是个男孩，啊，男孩就得敲打，否则他不能进步。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，你或许会永远的失去他。我相信在他心里边一定比你更难受，因为需要承担责任的是他自己。或许你们两个曾经有很多沟通上面的障碍，但是趁现在还有机会、有时间，去为他做点什么。我还能做什么呢？如果我是他，我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一个道歉，就像他日记本里头写的那样。我向他道歉。我向他为什么事情道歉？为哪句话道歉？他曾经拒绝参加钢琴比赛的时候，用跳楼自杀的方式来反抗。你记得你跟他是怎么说的吗？让他跳，他跳下去了，才真的算他英雄。这话是你说的。我觉得差不多也就是在那一句话之后，杨飞对于你、对于家庭的那一点点仅剩下来的希望，全部都死完了。我努力过，我想要去帮他，但我现在唯一的后悔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我当初没有阻止你去让他出院。我是为他好。我知道你是为他好，但是你用错了方式。如果你还爱着你儿子，你去跟他道个歉吧。这或许也是他能够感受到仅剩的那一点点的心情了。走了。
今天护士送来的饭里，居然有一道炖豆腐。我看着他哭了，他一定不记得了，那是他唯一一次给我做过的菜。我有多久没有在家好好吃一顿饭了呢？已经记不清了。学钢琴这么久，从来都是觉得枯燥，可是今天，脑子里居然响起了琴声，冲淡了那些大骂、咆哮声。陈老师，你还记得前段时间我有一个患者叫杨飞吗？在刚接诊的时候，我就发现他和他父亲之间的关系很僵化。他的父亲要求绝对权威，用体罚的方式一直在逼迫他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。他的症状一点一点的由抑郁转为了躁狂，甚至经常出现失去理性的冲动行为。前2天我才刚刚得知他杀人了。我现在回想起来说，这个孩子，他是多么单纯、多么善良的一个孩子的，他是无辜的。他的父亲一直在用错误的教育方式，导致了父子关系破裂。但是他拒绝接受家庭治疗，一点一点的把他逼到了这一步。我眼睁睁看着这一切，我没有办法阻止。我先开始怀疑有很多患者来到我们医院接受治疗，然后就走了。他们的病症并没有完全康复。我对于这类患者，我还能为他们做到什么啊？你的这些困惑，我也曾经有过，现在也有。你知道我是怎么处理的吗？我们是人，我们不是圣人。我们只能在有限的条件下尽力做得更好。患者前进一小步，也有一小步的意义。我有个老病号，他的病情反反复复几10年，我很沮丧。可是他怎么跟我说的？他说：“陈医生，你别灰心，我知道我这病谁也没办法，我只能一辈子带着他生活。可是现在，我每隔一段时间就能见到你，那是我生活当中最重要的盼头，因为除了你，再也没有谁能够给我这样的关注。所以树人，不管是谁啊，力量都是有限的，我们能够改变的事实也是有限的。所以，面对这种病人，我们只能尽力而为，我们无法为他们的命运负责。树人的实际情况其实要比他表现出来的严重很多。陈老师，我真的很矛盾，我不知道我跟他之间的距离到底要怎么样才算恰当。他经常想要在我面前表现出来他没有问题，想让我放心。可是我知道他越是这样，其实他心里的压力就越大。我能感觉到，他总是在竭尽全力的想要撑住自己。每个人的精神世界啊，好像一个罐子，有的人容量大，有的人容量小，那每天发生不同的事情呢，有不同的情绪呢，都会装进这罐子里。时间久了，东西就越来越多。所以啊，我们要定期的清理我们的心灵容器，要不然东西太多的话，那罐子会裂开。这个我知道，陈老师，上学的时候您就经常跟我们讲这个比喻。有吗？对啊，您还说，人们通常只会把开心的、快乐的事情拿出来和别人分享，而把那些悲伤的、创伤性的事件留在罐子里。这样时间长了，积压的多了，这个罐子就会裂开，对吧，陈老师？收人的容器啊，已经满载了很长时间了，加上他的工作又为他添加了很多情绪，要是再添加点什么事，他会承受不住的。
来，你坐这边。其实对我，他的有些情感，还有内心深层的世界，也有所保留。我觉得哈，你可以比我对他更有帮助，但是别急，要有耐心。初云的风是咸意，下凡来我怀里快乐，再加上一点暖意。春雨，哎，我们打你了，就是。别别走！舒然，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快去洗手吃饭了。妈妈跟你说话没听见呀？啊？这脸怎么了？啊？你跟谁打架了吗？没事儿。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告诉妈妈好吗？你不说，妈妈也知道。你经常在学校受气。对不起，妈妈真没用，保护不了你。妈，这些都不怪你。